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本频道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，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，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怀疑老公家外有家，我气冲冲上门捉奸，却看到公婆和一个陌生女人抱着孩子其乐融融的画面。他们说，女人怀里的孩子是我老公的种。你这不会下蛋的鸡，快滚吧！我忍住这口气，迅速离婚走人。婆婆大摆宴席，以为能一雪前耻，殊不知我送上一个大红包，将他们母子瞬间拉入万劫不复的境地。这是我在老公陆晨车上安装定位器的第3天。原本按照他的说法要到隔壁市出差的人，晚上车辆却停在了婆婆家的楼下。也不怪我多心，不信任自己的枕边人。谁家老公一年365天，有300天在外出差，并且见不到1分钱工资呢？我们从热烈亲密的新婚夫妻，到他再也不愿意碰我一下，哪怕迟钝如我，也应该知道，这样的家庭和婚姻是极度不正常的。到了婆家楼下，那辆结婚时我爸当作陪嫁送给我的红色宝马正静静地躺在那里。我再次拨打老公电话，仍然是忙音状态。行吧，最终还是要撕破脸的。咚咚咚，谁呀？来开门的正是老公陆晨。他脸上的笑容还没来得及收起来，就看见了门口脸色阴沉的我。沈云，你怎么来了？谁呀？你站在门口半天。公婆也来了，见到我的瞬间像是看到了鬼一样，脸色苍白如临大敌。他们迅速打算关上门，谁知我快人一步，鼓足勇气冲了进去，直奔卧室。卧室里，一个女人抱着个约莫半岁的小男孩，正躺在床上悠闲地刷着手机。她看见突然闯入的我，先是一愣，随后神色恢复了正常。老公，老公快来，人家好怕。一开口我就知道这是个老绿茶了，声音又尖又嗲。很快，门口的母子3人就冲了进来。沈云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？别伤害他和宝宝。你这女人还好意思找上门，白白骗婚骗彩礼的老骗子。我们没找你算账就算好了，快滚出去！吓到了我的孙子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老公，孙子虽然早已有了思想准备，可眼前的一切还是让我猝不及防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而婆婆以为我自知理亏，堵着门更是骂得起劲。人家都说祖上不积德，儿女才会绝户，都不知道你那倒霉爹妈做了什么缺德事，你才摊上这么个怪病。女人生不出孩子，和男人是个成天混吃等死的窝囊废有什么区别？他叉着腰瞪着眼，似乎要将这2年来心中的怨气一股脑倒给我。我们不找你算账，要儿子的青春损失费，还让你住在婚房里，你就知足吧。居然敢找上门来，你给我滚出去！不滚我可拿扫帚扫你了。面对这样的凶神恶煞，我自然不怕，但凡事要争个道理，
陆晨这就是婚内出轨无疑。你怎么说？也要把我扫地出门吗？我不理会任何人，直接问我那窝囊废老公。沈云，对不起，我在结婚前不知道你不能怀孕，否则也不会把你娶进门。一辈子没有后代，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，压力太大了，希望你谅解。兴许是这个回答不够明确，坐在床上的女人不满地补刀。这年头不会下蛋的鸡都那么嚣张，我可是给沈家生下了个大孙子，你那张结婚证替都不算。你闭嘴！一个登门入室与有妇之夫苟且还生下野种的小三，有什么资格开口？我忍无可忍。这个知三当三的女人，明显是知道陆晨有老婆的，如此不知廉耻，居然还敢仗着生下儿子就跟我吼：“你吓到我孙子了！告诉你，给我滚！”最终，我这个正牌老婆被公公和婆婆联手推出了家门。沈云，我也不知道事情最终会闹成这样，我爸妈的所作所为，希望你别计较。公婆唱完红脸，陆晨接着找到我唱起了白脸。他看上去情真意切，实际上一副虚伪的嘴脸，令人作呕。计较？你也不想？那么你回答我，如果不是我发现，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？我直击问题的痛点，丝毫不被表面的温情所蛊惑。我本来也想和你找个机会好好坦白和道歉的，这不是没来得及吗？谈了3年恋爱，做了2年多的夫妻，陆晨这人的性格我了解，他一向优柔寡断，性子柔弱，再加上公婆强势，他在家从来都是唯唯诺诺的人。要不是你不能生孩子，我肯定不会和你离婚。但是你也知道，父母在农村，供出个大学生有多不容易。他们早就和乡亲们说，要跟着儿子来城里享福，带孙子。如今你查出不孕症，他们老脸往哪儿搁呢？他继续喋喋不休地说着，妄图我能原谅他。如果你愿意，那么咱们可以一直保持婚姻关系。萧红只是个农村女人，没什么文化，也很听我的话。这孩子可以记在你名下上户口，以后咱们善待他，给他一笔钱也就是了，什么都还能回到从前。回到从前，我笑了。这个男人算盘珠子都快蹦我脸上了。他当然舍不得我的婚姻，不但我父亲在他的工作上能给到不少助力，当初他买不起新房结婚，为了不和公婆挤老破小，我们婚后住的是我自己全款买的房子，有车有房有城里老婆，他当然舍不得。呵呵，陆晨，你现在连金屋藏娇的事情都敢做，法律上那叫重婚罪，是要判刑的。而且儿子也搞出来了，还幻想和我回到从前，别做梦了。我厉声呵斥，说出了自己的要求。事到如今，我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瓜葛。要离婚可以，你净身出户，给我滚得远远的。我不想再看见你。渣男的想法我知道，既想要其人之福，又不想负责。成年人哪能既要又要还要呢？净身出户不要补偿，
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了。我以后还要养孩子和没有退休金的父母，压力那么大，你看，没什么好商量的。既然做得出，那就索性像个男人，负起责任来。我自然有底气说出这话。要是我不签字离婚，那个他们家心心念念的大孙子可是连户口都上不了。陆晨心里想必清楚得很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做，我净身出户。只是以后你做事可得多积点德，否则再婚只能嫁个有孩子的50岁老男人。毕竟你生不出孩子，想找我这样年轻的可是没那么容易了。他轻蔑地撂下这句话，然后狠狠心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。我毫不理会他的叫嚣，心中反而暗喜。等着吧，好戏在后头呢。3天后的民政局，渣男带着小三和孩子趾高气昂地办完了手续。我笑了笑，大气地祝他们幸福。那个叫萧红的女人兴奋得满脸通红。陈哥，我们总算能光明正大地在一起了。是啊，红妹，咱们马上领证，孩子的户口不能再等了。左手离婚，右手领结婚证，这俩无缝连接，连民政局工作人员都惊呆了。我潇洒地扬长而去，不带一丝留恋。几个月后的孩子周岁宴，扬眉吐气的前公婆大摆宴席，请了不少村里的亲友，说是来城里见见世面。你也来吧，沾沾喜气，红包可别忘了。没想到前夫给我也发了请柬，我莞尔一笑，欣然应允。我把一张神秘的纸塞进大大的红包里，打扮一番，换上战袍，前去道喜。听说离婚后陆晨一个人挣钱，养活一大家子，经济上捉襟见肘。为了挣点礼金，他母亲专门守在酒店门口收红包，还找来几个半大孩子唱出金额，图个喜庆。远远地看见我来，钱婆婆脸色稍变，随即转身抱来那个大胖小子，炫耀般斗来斗去。还有脸来，这不是找晦气吗？她小声嘟囔着，逗孩子逗得2里地外头能听见。见前妻来赴宴，不少看热闹的宾客纷纷聚集在门口。我笑盈盈地递上大红包，并嘱咐唱红包的孩子大声读出来。孩子乐呵呵打开，抽出一张纸，声音洪亮地当众念了出来：患者陆晨，患有无精症，自然受孕的可能性为0。一瞬间，全场哗然。钱婆婆抱着不知来历的孩子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那个被她捧在手心的新儿媳萧红，则被她狠狠地甩了一记耳光。后面赶来的陆晨不明所以，正在众人目光的洗礼下四处打听，却受到大家同情的眼神。大家仿佛看见一顶巨大的绿帽子，正牢牢地戴在他头上。时间回到2年前，由于我和陆晨结婚快1年，肚子里还是没有动静，于是相约一起到医院检查。拿结果那天，陆晨工作很忙，于是我只身前往。谁知他的那份体检报告显示，身体有严重缺陷，无精症。这意味着陆晨这辈子拥有自己亲生孩子的几率几乎为0。医生，
我们夫妻感情挺好的，这病还能治吗？在医生办公室里，我泪水连连，为自己，更为可怜的老公陆晨。没办法，实在喜欢的话，领养一个吧。医生默默摇头，算是给我们夫妻俩判了死刑。我是一个通透的人，多年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从来只听从自身的声音，所以丈夫不育这件事，我很快就释然了。然而陆晨肯定不这样认为，他一个大男人得了这样的病，必定无法接受。公婆强势而爱面子，最喜欢四处炫耀自己考上大学，娶了城里老婆的宝贝儿子。这件事情对他们的打击无疑也是毁灭性的。于是当时的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，隐瞒这件事。老公，检查结果显示，是我自己输卵管堵塞，恐怕这辈子很难有孩子了。当晚，我把完全相反的结论告诉老公，他愣在当场，随后度过了无眠的一夜。老婆，我想过了，这件事情我们应该一起面对。要是最终实在没有孩子，我也是爱你的，这都是命。如今看来，当初他的暖心话语犹在耳边，可说一套做一套，让他陷入如此痛苦的境地。听说他和萧红在孩子周岁宴之后，迅速离婚收场，前公婆彻底成为整个亲友圈的大笑话，龟缩在家中半年都没敢出门。听说陆晨曾找朋友打听我，希望和我重修旧好，被我们共同的好友讥讽臭骂了一顿。可那又与我何干呢？此时此刻，我已经找到了新男友，开启全新的感情了。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。新婚之夜，婆婆闯入闺房，丈夫无动于衷，多年感情竟是欺骗，完美丈夫竟是妈宝男。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，本该充满幸福与甜蜜，却被婆婆的突然闯入彻底打破。性格原因，我很讨厌男生碰我，所以结婚前，包括老公赵磊在内，没有任何男人碰过我的身子。而我也答应过赵磊，婚礼当天会把最完整的我交给他。当晚，我闭上眼，嗅着赵磊身上浓郁的酒气和男子气，心跳加速，等待最神圣的时刻来临。而一个刺耳的声音突兀响起，打破了暧昧的气氛。我们房间的门锁竟然被人打开了，我吓得立马穿上褪去一半的衣服，惊恐看向门外。我怎么都想不到，进来的人竟然是我婆婆。赵磊似乎一点都不意外，他甚至还笑着说：“妈，你来了。”我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，直到今天，我还记得那晚我抱着颤抖的身体，用颤抖的声音问道：“老公，是你把钥匙给妈妈的？”赵磊理所当然地点头：“是啊。”婆婆也十分不客气地坐在床边上，二话不说就动手脱我衣服。我吓得尖叫，一边推开他们，一边退到床边角落里，惊恐地抓起被子盖在身上。“你们要干什么？”我几乎用尽全力吼出这句话，甚至飙出眼泪。婆婆却责怪我：“你干什么？你们都结婚了，难道还不给我儿子碰吗？”
赵磊也附和着说道：“是啊，老婆，你躲什么呀？妈妈只是担心我们不懂，特地来帮我们的。你怎么不知好歹呢？”我不知好歹，哪有人洞房时婆婆还在旁边指导的？我当时又气愤又害怕，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鹿，不停地踢踹着任何接近我的人和东西。赵磊和婆婆始终没法接近我，只好给我爸妈打电话。我爸妈火急火燎赶过来，看到躲在阳台上瑟瑟发抖的我，他们很心疼。妈妈走过来把我抱在怀里，不停告诉我没事了，没事了。我嚎啕大哭，险些哭到晕厥。结婚当晚，我就回了娘家。我怎么也没想过，我期待了20几年的婚礼，会以这样可笑而戏剧性的局面结束。第二天，赵磊拎着水果来了，他态度很好，不停地跟我道歉，解释说他也是第一次，所以很害怕伤害到我，也害怕不能顺利进行，对我造成阴影。他一度以泪洗面，跪在我面前，向我发誓以后绝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。我让他保证以后不会再把钥匙给他妈妈。他同意后，我也心软了。毕竟那时的我刚刚结婚，内心里还是十分接受他这个老公的，所以跟他回了家，开始我憧憬许久的婚后幸福生活。我跟赵磊的相识是在一场酒会上，那时候我刚刚去我父亲的公司工作，于是开始参加各种酒会与舞会，认识各界人士，以便于以后继承我父亲的公司。而赵磊则是酒会上一个服务生，他不小心将酒洒在了我身上，之后又道歉，又替我找毛巾遮挡，态度诚恳而真挚。所以当他提出要交换联系方式，赔偿我裙子时，我也便接受了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我见到了这个男人无比温柔而上进的一面。他阳光向上，开朗活泼，来自于他身上的精神不断温暖与激励着我。我由此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好感。虽然他的家庭并不富裕，可我不在乎这些，我只在乎这个男人是否真的爱我。刚结婚的生活还是让我很满意的。不过好景不长，3个月后，赵磊开始暴露懒惰的面目，很多事不肯去做，每天不是抱着电脑，就是躺在沙发上刷手机。他从来没有做过家务，也没有做过饭。当我问起，他便以创业为由，我也就信了，认为他真的很累。而作为妻子，我应该体谅他，照顾他。我从小就经常帮助妈妈做饭，所以手艺不算差。可每次我做饭的时候，赵磊都会在旁边指指点点。我妈说不能放味精，对身体不好。我妈说青菜不是这么做的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我妈说过不能放太多油。我听得火冒三丈，可还是耐着性子给她做了一顿饭。我觉得味道很不错，但赵磊仍是挑3拣4。这青菜做得比我妈差远了，味道一点都没有我妈做的好吃。要是我妈来做饭就好了。我怒气横生，没想到辛辛苦苦为丈夫做的一顿饭，不仅没得到一些关爱的话，反而被一顿指责。我们大吵了一架。
当晚我气鼓鼓躺在床上，还幻想着赵磊会过来哄我、安慰我，但没想到他竟然在客厅里跟婆婆打电话。他们有说有笑，聊得十分开心，仿佛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。而且这不是第一次，结婚以来，赵磊几乎1、2天就要跟婆婆打电话，有时甚至要聊上1、2个小时。本就气头上的我，这下更是火冒三丈。我气得冲过去大吼：“你跟你妈过去吧！”赵磊被我吓到了，他委屈道：“老婆，结婚前我本来就是跟妈妈生活在一起的，现在我跟你生活，我不放心他老人家自己一个人。”我仍是气愤：“但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婆吗？”赵磊似乎有一些生气：“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是我老婆，她是我妈妈，你们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，你难道要我做选择吗？”我不想理他，干脆收拾东西回了娘家。爸妈听了我的诉苦，安慰我的同时，也叮嘱我道：“这说明赵磊有孝心。你婆婆跟我们2口子不一样，她没有老伴，一个人生活，确实会比较辛苦。”我不禁有些内疚，也觉得自己有些说得过头了。于是妈妈给婆婆打了一通电话，没想到在我走后，赵磊就让婆婆去了我们家。我当时就觉得不对劲，但并没有深思。婆婆说她已经教训过赵磊了，希望我能回家，赵磊以后肯定不会再凶我了。既然婆婆给了台阶，我也不能不识相，索性回了家。回到家中，赵磊并不在卧室中。正当我疑惑时，婆婆从客房出来了，而我也惊讶地发现，赵磊竟然也睡在客房里，他们母子俩竟然睡一张床。婆婆似乎察觉我的惊讶，连忙解释道：“赵磊从小搂着我睡觉，都习惯了。”说完，婆婆赶紧推醒赵磊，让他跟我回了卧室。那晚我都不想靠近赵磊，因为婆婆长得很年轻，不像年过半百的老妇，所以我很不舒服。但又想到赵磊是单亲家庭，我只能说服自己去理解，去适应。第2天，赵磊来找我说：“老婆，我错了，我也是1天下来太累了，不应该对你发脾气的。我本性也就是个心软的人，我也有问题，不该对你说那么重的话。”婆婆这时也叫我们出去吃早饭。早饭间，赵磊忽然提到：“老婆，你看我们俩工作都忙，我也心疼你忙了1天还得回来做饭，要不这样吧，让我妈妈住过来帮我们做饭，这样我们就能专心忙工作了。”我诧异极了，这才多久啊？难道2人世界就这样可笑地结束吗？我当然不愿意，我甚至想狠狠骂他一顿。他明明答应过我的，为什么现在又提议要他妈妈住过来？但是看着赵磊和婆婆期待的表情，我的嘴巴和脑袋却没能统一，说了一个好。没想到啊，这一个好，把我所有的幻想都破灭了。婆婆搬进来之后，我的日子变得更加煎熬起来。以前赵磊虽然总以要创业为借口待在家里，但偶尔也会做卫生。我加班的时候，他也会做饭。但有了婆婆，
赵磊便彻底变成了废物。我早上出门时，他躺在床上；等我下班回来，他依然躺在床上。池子里堆满了碗筷，地上满是垃圾。而一开始说好的婆婆做饭、打扫卫生，她也几乎都没做到，经常一个人神神秘秘地出去。有一次我撞见她跟一个男人去酒店，不过我并多说什么。婆婆也是女人，这么多年孤孤单单的，找个男人陪伴很正常。不过我每天都是忙碌完，拖着疲惫身心，还得收拾残骸，看着他们母子躺在沙发上嗑瓜子的休闲模样，这种日子我真是一天都过不下去了。于是当晚我就跟赵磊摊牌，我实在没办法接受婆婆跟我们住在一起，她必须搬走。赵磊见我很生气，于是唯唯诺诺说一定一定，过2天就让她妈妈搬走。我心满意足，因为那时候我依然相信着我的丈夫，我相信他一定是站在我这边的。但第2天，我便看到了让我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恶心画面。第2天上班时，我一直反胃不舒服，甚至在公司险些吐出来。领导见我嘴唇发白，状态不佳，破例给我放了半天假。当我打开家门，客厅里并没有人。一般这时候婆婆都会在客厅看电视才对。我虽然感觉很奇怪，但也没多想。但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卫生间传入我的耳中，我立马停下动作，贴着房门听起来：“小磊，乖。”是婆婆的声音。难道婆婆在洗衣服？我正疑惑时，赵磊的声音也传了出来：“我要一起洗澡澡。”我当场呆在原地。赵磊已经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，还要和妈妈一起洗澡。我只觉得手脚冰凉，脑袋传来一阵又一阵的晕眩感。此时此刻发生在门对面的事情，对我来说那么魔幻，却又那么真实。忽然一阵极度的恶心感传来，我下意识捂住嘴，连忙往水池跑去。恶心，太恶心了！我趴厨房水池上，连吐了好几口。因为早上没吃早饭的缘故，现在吐出来的全是酸水，吐到我嗓子都疼了。小敏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婆婆从卫生间里出来，正好看到在厨房的我，她表情带着慌张，而且右手一直在拉衣服。我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去，质问他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赵磊已经是成年人了，为什么还会说出那种要求？难道他们不知道现在的行为是被人不耻的吗？难道赵磊不知道，他现在的所作所为，对我而言是一种背叛吗？我用力握紧了拳头，却心生一种无力感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开口，或者说，我开不了口。我觉得恶心，我觉得耻辱。于是我摇摇头。我上午一直想吐，领导见我不舒服，就给我放假了。婆婆脸色有些煞白。那你刚回来？我回应道。我刚回家就去吐了。婆婆怎么了？哦，婆婆明显舒了口气。你刚刚说你想吐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浑身上下都很疲惫。我并不是很想理会她，点点头并没有说话。天哪！婆婆惊喜道：“小敏，
你是不是怀孕了？我一愣，说起来生理期确实很久没有来了，难不成真中了？婆婆对着卫生间大喊：小磊呀，快出来快出来，你老婆怀孕了！赵磊蹭蹭蹭从卫生间跑出来，就穿着一条裤衩，惊喜万分。老婆，你真的怀孕了吗？婆婆去给我取了一条验孕棒。15分钟后，我坐在马桶上，看着2条杠，心中五味陈杂。婆婆和赵磊得知这个消息，更是喜不自胜。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坐在一旁，情绪并不高昂的我。或许他们压根不在乎我的感受。我摸着肚子，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小孩子，也很希望能有我自己的宝宝。可是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。老实说，刚听到卧室里发生的事情时，我是想离婚的，但宝宝的出现不得不让我多加思考。次日，赵磊一反常态的早早起床，拉着我要去医院检查。婆婆也十分殷勤，又是煮鸡蛋，又是煮粥，对我甚至比对亲生女儿还好。我冷漠地看着这一切，如果没见过他们的真实嘴脸，我或许真的会被感动。但现在的我很明白，他们这么做一定是有目的的。来到医院抽完血，我们坐在医院沙发上等待结果。期间，赵磊忽然接到电话，他说道：老婆，我去接个电话。我满心都是这个突然出现的孩子，心烦意乱中懒得管他，于是便点点头，什么也没说。结果出得很快，数值显示我并没有怀孕，验孕棒不是100%的几率，而我则是因为那天胃病才出了错结果。我捏着化验单，心中打定主意，我要跟赵磊摊牌，我要问清楚他和婆婆到底是什么关系。如果真是我听到的那样，那我要跟他离婚。于是我出去找赵磊，却正好撞见他在医院的楼后面打电话。当我靠近时，一句话传入我耳中：妈，你放心吧，我可是把所有套子都戳破了，她肯定是怀孕了。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，让我直接愣在原地，天旋地转，险些晕倒。我的怀孕竟然不是意外，而是赵磊和婆婆的设计。可这是为什么？我跟赵磊并不算大龄，况且现在的生活状况根本不适合养孩子。他们这么急着让我怀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正当我大为震惊时，赵磊也打完了电话。他一转头就看到了我，眼神明显慌乱。老婆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结果怎么样？我一连深呼吸了好几口气，拼命地告诉自己要冷静，要冷静。于是我将报告单捏成团，塞进口袋里。医生说今天出不了结果，让我们先回去。我不能告诉他我没有怀孕，虽然我不想怀疑我深爱的老公，但我想知道理由。他们设计让我怀孕的目的是什么？赵磊走过来，拉起我的手：肯定没问题的，老婆，你最近一定要注意身体，照顾好我们的宝宝。我表面上答应，内心却已然翻天覆地。对于生孩子，我并不排斥，但至少要跟我商量一下。
像他们这样故意设计我，我无法接受。于是我跟赵磊说，我要回一趟娘家，跟爸妈报一下喜讯。赵磊并没有察觉什么，嘱咐我一句注意安全后，便急急忙忙回家了。不过我并没有回娘家，爸妈的年龄都不小了，我不想他们因为我担心。我虽然不愿意恶意揣测老公和婆婆，但我想知道真相。于是我来到了一家侦探社，将老公和婆婆的资料给他，让他帮忙调查。之后我又采购了一批隐藏摄像头。赵磊和婆婆显然认为我怀孕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对我嘘寒问暖，照顾完全。倘若没有听到那些东西，我会非常感动。可现在，我心中毫无波澜。我提出要请假休息，赵磊和婆婆完全支持，还不断叮嘱我要多吃多睡多休息。某天，他们出门的空隙中，我在家里各个角落装上了隐藏摄像头。老实说，我打心底里希望一切都是我的猜测，但不知为何，总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摄像头装好的第二天，侦探便联系我，说查到了一些东西。我借口去医院检查，与侦探约在了咖啡厅见面。侦探递过来一沓资料，跟我说：“你知道赵磊和你婆婆的真实关系吗？”我十分诧异，他们俩明显就是母子关系啊，还能是什么？侦探继续说道：“你婆婆原名刘梅，今年才30多岁，年轻时候进去过一次，出来后做过一些不合法的勾当，后来认识了赵磊，两人还同居过一段时间。”我不解道：“那不对呀，户口本上他俩就是母子关系。”侦探推了一下眼镜，因为那是他们故意设计的。我跑了很多地方，了解了他们的过去，虽然年龄差了10来岁，但他们就是情侣关系。一阵恶寒从我背脊窜上脑门，我有些反胃，这对母子的关系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令人作呕，恶心至极。侦探又继续说，结合所有调查到的东西，显然刘梅跟赵磊是计划好要装成母子来骗你，可他们是为了什么，我还没找到。不过说完，他语重心长道：“小姑娘，你要长长心眼啊。”之后侦探便走了，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心烦意乱地喝着咖啡。侦探如果所言不假，那这两人就是真的情侣。可他们不好好过日子，装成母子俩来骗我干什么呢？难道是有什么怪癖？我又该怎么做呢？要直接当面质问他们吗？心乱如麻，我随手打开手机，翻看连接家中监控的视频。说巧不巧，正好拍到了正在客厅聊天的赵磊与婆婆。我连忙戴上耳机，聆听他们的对话。刘梅，之前让你给她签的保险合同，她签了吧？赵磊，梅梅你放心吧，我夹在假的创业合同里让她签的，她完全没有察觉。刘梅，好样的，真是我的好儿子。赵磊，现在只要等孩子出生，我让他跟他爸提出要公司，他爸肯定会同意，然后我们制造意外弄死他，这样不仅能名正言顺继承公司，
还能跟美美你永远在一起了。恍如雷击，我端着咖啡，大脑一片空白，短时间内完全丧失了思考的功能，险些晕厥过去。紧接着，便是难以言喻的愤怒涌上心头。这世上竟有如此蛇蝎心肠的人，他们计划让我怀孕，不仅为了我父亲的公司，还想要我的命，太可恨了。我放下咖啡杯，双手紧紧攥成拳头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我人生中第一次那么憎恨两个人，也第一次下决心要报复。缓了好一会后，我才逐渐冷静下来。我知道，现在绝不能摊牌，也绝不能打草惊蛇。他们既然如此不仁，那便不能怪我不义了。我首先给侦探发了一条消息，继续调查他们，有任何情报都要第一时间跟我汇报。光掌握这些东西是远远不够的，我还需要情报，也需要帮手。于是我拿起手机，给我结婚后就没怎么联系过的闺蜜打了一通电话。从咖啡店离开，我回了娘家。爸妈见到我回来十分惊喜，我本意不想让他们担心，只是我也没想到赵磊和刘梅会恶毒到这个地步。看着爸妈忙前忙后的模样，我忍不住低头擦拭眼角渗出的泪水。可恨的赵磊和刘梅，如果不是他们，我跟我爸妈还幸福地生活在一起，没有这么多破事。我一定要报复他们，我一定会让他们知道，算计我和我家人的下场。爸妈留我吃晚饭，我没有拒绝。晚饭后，趁着妈妈洗碗刷筷子的功夫，我来阳台找正在抽烟的爸爸。爸，我跟你商量一件事。父亲笑了，你这孩子，我是你爸爸，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就好，还谈什么商量呢？你爸爸还能不帮不成？我鼻头一酸，差点飙出眼泪。无论何时何地，真正永恒不变爱我的人，只有爸爸和妈妈呀。我抽了抽鼻子，说道：爸，谢谢你。我扑到爸爸怀中，拼命抑制着泪水，同时心中暗道：我一定会解决所有事情，让我的家庭再次恢复以前的模样。临走前，父亲给了我一份合同，我们相视一笑，心知肚明。我回到家中时，赵磊和婆婆已经吃完饭了，他们并不在乎我怎么样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就是计划中的一颗棋子。我冷笑两声，心中已经彻底对他们失望了。回到房间中，我将呼呼大睡的赵磊拍醒，将合同扔给他，并且告诉他，爸爸同意让他去公司当经理了，签完合同明天就去吧。赵磊欣喜万分，竟然直接忽视了我，冲到刘梅房间，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她。我坐在床沿边上，听着隔壁房间两人惊喜的欢呼声，嘴角缓缓勾起了一抹弧度。鱼儿已经撒下，且等收网。好一会后，赵磊才跟刘梅过来。刘梅拉起我的手，一阵阵嘘寒问暖。哎呀，儿媳妇，怎么还劳烦你特地跑一趟呢？这种事情交给赵磊去做就行了。我摇摇头，不想碰这个恶心的女人，慢慢将手抽了出来。我去医院拿报告，
就顺路回娘家跟爸爸说了一声。说完，我将医院的报告给他们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怀孕了。赵磊和刘梅的喜悦已经很难用词语来形容，在他们眼中，想必所有计划都已经完成，只要等我生下孩子，然后意外死亡。呵呵，谁是猎人，谁又是猎物，走着瞧吧。第二天，赵磊风风火火来到公司上班。从底层一跃成为管理层的他，红光满面，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周围富丽堂皇的装修。他坐在老板椅上，幻想着自己成为总裁的那一天。因为走马上任的缘故，赵磊并没有被安排什么工作，基本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发呆。而这时候，他忽然接到了一通电话。是赵磊吗？我是第一医院的医生，您妻子刚刚出车祸被送了过来，现在正在手术室。什么？赵磊一瞬间睡意全无，他猛地从老板椅上站起来，震惊的表情下，不知是高兴还是悲伤。我马上过来。他拿起衣服，匆匆离开了公司。赶去医院的路上，赵磊忽然想到了刘梅，他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先告诉刘梅，于是给她打了一通电话，但并没有打通。心想刘梅应该在忙，赵磊干脆就先自己去了医院。到医院后，给他打电话的女医生走过来，摇头叹息道：“您妻子送过来的时候大出血，已经太晚了，我们也没办法。”我躺在病床上，白皙的病床单缓缓上拉，将我的面庞盖住。赵磊对眼前的事情诧异至极，非常不敢置信，连连问了医生很多次，他没救了。女医生双手插在口袋里，微微摇头，我们尽力了。就在这时，医院的电视上忽然播放一则新闻：今日沿海公路发生一起车祸，警方抵达时，司机与乘客全部意外死亡。赵磊抬头，看到电视中被烧成一团焦黑的汽车，通过牌照可知，正是我的车。这则新闻彻底打消了他心中最后的猜疑，他差点没控制住情绪，在女医生面前笑出来，但尽力控制着表情，哀伤道：“我们要做什么？”女医生示意道：“先去缴费吧。”没问题。赵磊表情虽然哀伤，但动作却利索得很。他恨不得现在立马交完费就能带着我的尸体离开，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他能够跟刘梅正大光明在一起，还意味着将我父亲的公司同样收入囊中。计划得好啊，牺牲我的生命来赚得盆满钵满。既然这么想我死，那我就死给你们看。可是我会让他们就此得逞吗？等赵磊交完费回来，女医生将一个袋子递给赵磊，说道：“这是你妻子身上最后的东西，既然你来了，就带回去吧。”赵磊并没有多想，接过袋子，匆匆离开医院。他并没有立刻回家跟刘梅说这个消息，而是先回了公司。虽然我的意外死亡是个好消息，但如果我父亲不愿意，他依然得不到公司。所以赵磊大概是不想放弃的，所以回公司肯定也是想密谋什么。
到公司后，他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我的父亲，但并没有找到他。询问秘书后得知，我父亲突然接到一通电话离开了。赵磊只好坐在办公桌前，百无聊赖中，拿出我的手机摆弄。忽然，他看到了我手机中一款叫做实时监控的软件。或许是疑惑我在监控什么，他将其打开，然后看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环境，是我们的房子。正当赵磊皱起眉头，不知道这是什么的时候，画面内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，不是旁人，正是刘梅。但画面并没有就此结束，紧跟着刘梅进入画面内的是一名男子。赵磊微微一愣，脑子里刚在思考此人是谁时，只见男子一下抱住了刘梅，而刘梅并没有抵抗，反而回身跟他亲热起来。赵磊脑子当即一懵，拿着手机的手忍不住发抖，差点没握住掉下来。不过他还是控制住了，但是内心的愤怒却像一团火焰，熊熊燃烧。他肯定没有想到，他最信任的女人，那个跟他许诺过天长地久，一起谋划了这么多的女人，竟然背叛了他。想必此刻他的内心充满着愤怒。果不其然，赵磊猛地跳起来，连班都不上了，像一道闪电冲出公司，朝家里飞奔而去。10分钟后，赵磊像一头发疯的土狗，冲到家中，直接一脚踹开了房门。而此时的刘梅正与那名男子翻云覆雨。门被踹开后，两人直接懵了。你找死！赵磊咆哮一声，彻底失去理智，红着眼扑向男子。男子哪见过这等阵仗，衣服都没来得及穿，就被追得到处跑。刘梅则吓傻了，呆滞在床上，张着大嘴，一时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该做什么。男子慌乱不已，连衣服都忘了穿，直奔门外而去。赵磊则一直把男子追出了家门，也不罢休。不过很快被反应过来的刘梅拽回家中。只见赵磊气得在客厅里到处走，他拿起一个杯子用力摔碎在地上，然后跟刘梅大吵了一架。刘梅怎么也解释不了那名男子是谁，这对装成母子俩的恶心男女恐怕第一次情感上出现裂缝。他们也并不知道，这一切只是开始。赵磊跟刘梅坐在客厅里，谁也不理谁。刚刚吵完架的他们，丝毫不想理会对方。不过，这个沉默的气氛被一通电话打破。赵磊拿起电话，大吼道：“喂，谁？”电话那头说道：“请问是赵磊先生吗？我是公司的秘书。是这样的，刚才老板得知了沈小姐去世的消息后，突发脑梗住院，但公司早在之前就已经转到了小姐名下，所以现在需要作为小姐丈夫的您过来签一下字。”赵磊有些没听懂，要我签字？没错。电话那头继续说，您作为沈小姐的丈夫，是第一继承人，所以需要您签一些公司继承的合同，以后您就是公司的老板。赵磊虎躯一震，两个眼珠子瞪得如铜铃一般闪亮。好的，我马上到。挂掉电话，他就收拾东西准备离开。
刘梅拉住他：“怎么了？沈敏死了，公司有转让的文件要签署，我现在要过去。”“我也去。”刘梅跟着一起收拾东西，却被赵磊用力一把推倒。刘梅大喊道：“赵磊，你干什么？”赵磊冷笑2声：“你都做了这种事情，难道还想跟我分公司吗？我告诉你，刘梅，公司和沈敏保单的钱都是我的，你1分都拿不到。”刘梅瞪大眼珠：“赵磊，你混蛋！”赵磊根本不想理会他，火急火燎地出了门。刘梅坐在沙发上，1天前还跟他亲密无间的赵磊，这一刻彻底抛弃了他。他气得浑身发抖，坐在沙发上咬牙切齿。就在这时，忽然响起了敲门声。刘梅走过去开门，是一个穿着西装的姑娘。姑娘微笑道：“请问你是沈敏小姐的岳母，刘梅女士吗？”“是我。”刘梅连连点头，问道：“你是哪位？”姑娘继续说：“我是沈小姐的秘书，请问赵磊先生在家吗？”刘梅本想说不在，但眼珠一转，便转口说道：“赵磊有事出去了，我是他妈妈，有什么事情跟我说就行。”姑娘犹豫一会后，终于点头道：“也行。是这样的，本来今天老板是打算跟小姐签转让合同的，老板公章都盖好了，但小姐突然去世，老板也突发脑梗住院，所以我来通知赵磊先生去签合同，并且带上相关资料。”刘梅微微蹙眉，刚才赵磊明明接了通电话，让他去公司签合同，怎么会现在又有人上门让签合同呢？他疑惑道：“刚才有人打过电话了呀。”姑娘笑着回答：“是的，但打完电话后才发现忘了让赵磊先生带相关资料，所以我才赶紧过来，防止赵磊先生遗漏资料。”“这样啊。”刘梅点点头，让姑娘进来。“那要带什么资料呢？”姑娘拿出一份文件，将上面需要带的资料一五一十全部告诉了刘梅。刘梅越听越不对劲，这样一来的话，岂不是公司完全变成赵磊的了？她现在跟赵磊撕破脸皮，恐怕是1分钱都拿不到。刘梅脸色微微一变，她终于意识到一件事：赵磊如果真的不想管她，恐怕自己会落得一无所有的地步。于是刘梅连忙道：“那我作为赵磊的母亲，能有公司的股份吗？”姑娘微笑着摇了摇头：“除非赵磊先生主动让给您，否则您是没有的。”刘梅听后表情大变，这下彻底明白自己跟赵磊决裂的后果了。她眼神不住晃动着，大概这时候心急如焚。果然，在姑娘找到资料准备离开时，刘梅忽然拉住了她：“哎，姑娘啊，我跟你一起去可以不？”姑娘有些犹豫，但其实只要赵磊先生在就足够了。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刘梅亲热地握住姑娘的手：“你想，我是赵磊的母亲，是沈敏的岳母，我去也是为他好，你说是吧？”姑娘叹了一口气，终于点头道：“好吧。”刘梅微微握紧了拳头，她年龄已经不小了，如果真被赵磊抛弃，
那么这么久的伪装和演戏，都成了一场空，所以他肯定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。提出去公司，刘梅当然是要去争取利益的。刘梅跟着姑娘一同离开，去往公司，却不知道，等待她的并不是美好未来，而是地狱。赵磊来到公司后，一个长相貌美的秘书接待了他，这让赵磊忍不住多看了几眼。在他心里，这家公司已经是他的了，所以公司的秘书也都是他的。什么刘梅，那种老女人已经配不上他了。我们现在是去签合同吗？是的。秘书轻轻弯腰，然后带着赵磊上到楼顶的办公室。他给赵磊倒了一杯水，微笑道：“您稍等一下，我去准备合同。”不急不急。赵磊一副笑眯眯的表情，双眼在秘书身上游荡，笑着说道：“时间还多，我不着急，你慢慢来。”秘书再度弯了弯腰，便退出办公室，只留下赵磊一个人。赵磊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坐在沙发上，没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透过落地窗，他看着外面小的像蚂蚁一样的车水马龙。他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他的了。最开始他的想法是让我怀孕，等我生完孩子再弄死我，利用孩子拿到公司，但没想到我意外死亡。赵磊本以为没希望拿到公司了，但谁知我的死亡导致我父亲脑梗，公司依然还是他的。赵磊感叹道：“真是天助我也呀！早知道这么容易得手，还费什么公司让沈敏怀孕，直接弄死她得了。现在好了，公司是我的，我还自由了。至于那个背叛他的老女人刘梅，已经配不上他赵磊了。他要拥有新的生活，新的女人。”一想到这一切，赵磊便兴奋地放声大笑。大概10来分钟后，办公室的门打开，赵磊笑着看向门外，进来的人却不是秘书，而是另外一个姑娘。跟在这个姑娘身后的人，竟然是刘梅。刘梅瞥了一眼沙发上震惊不解的赵磊，轻轻冷笑一声，摆出一副趾高气昂的模样。“你来干什么？”赵磊突然警惕起来，缓缓站起身来。刘梅没有理他，而是径直走到办公室最里面的办公桌前，坐在了老板椅上。赵磊紧皱着眉头：“那是你能坐的位置吗？”刘梅笑了：“我当然可以坐。”此时办公室内只有他们俩，那2个姑娘好似有什么事情，一直都没有进来。赵磊阴沉着脸：“刘梅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公司的老板，只要我一句话，你就会被保安赶出去。”哈哈哈！刘梅哈哈哈大笑起来，指着赵磊说：“赵磊呀赵磊，你在放什么屁？你以为这么多年我手里什么证据都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真敢让保安把我赶出去，我就敢把你的事情全都曝光出来，你找死！”赵磊内心憋着的火山终于彻底爆发。这家公司已经是他唾手可得的东西了，可怎么也没想到，竟然半路杀出一个刘梅，将他所有的一切都夺走了。这个可恶的女人，不仅背叛他，还敢抢走他的东西，不可饶恕！该死！
赵磊彻底气红了眼，像一头暴怒的野兽，大吼一声，直接冲向刘梅，下手丝毫不留情，对着刘梅就是一顿毒打。刘梅也没想到赵磊会突然发疯，吓得到处躲藏，惨叫道：赵磊要杀人了，你们快来救我呀！而办公室的门外却安静无比，仿佛一个人都没有。天花板上的灯更是忽然闪了几下，紧接着噗呲一声，好似保险丝烧坏，整个办公室彻底暗了下来，看不清人影。黑暗中，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与罪恶会被激发。此时处于愤怒的赵磊彻底被黑暗同化，他愈发疯狂，将刘梅按在地上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刘梅毕竟是个女人，体型上比赵磊瘦小太多了，根本没办法抵抗。她拼命地抵抗着，锋利的指甲突然刺来一声，刮在赵磊脸上，将赵磊的脸划出一道细长的血口。疼痛让本就发疯的赵磊更加怒火攻心，他已然不管3721，顺手拿起桌子上的剪刀，猩红的双眼好似只剩下了愤怒与仇恨。噗呲，这一把剪刀在赵磊的手中化作要命的利器，他用力向下一刺，刺入刘梅的腹部，鲜血如喷泉般飙射而出，伴随而来的还有刘梅痛苦的嚎叫声。刘梅尖叫道：你不能杀我，你要是敢杀我，我就把所有事情都说出来，我让你也不得好死。去死！赵磊根本听不进去任何东西，抬起剪刀，又是用力一下刺入刘梅腹部。刘梅吐出鲜血，恐惧和疼痛让她疯狂大喊：赵磊，你不敢杀我，你设计害死沈敏骗保，还想骗他父亲的公司，你以为你杀了我你会有什么好下场吗？赵磊露出狰狞笑容，用力紧握着剪刀，大笑道：你死了就没人知道了，去死吧老婆娘，去地狱里喊吧。就在他准备再一次刺下剪刀的时候，办公室的门忽然被一群人推开，几个警察飞奔而去，一边夺走赵磊手中的剪刀，一边将他控制在地上。赵磊和刘梅这一瞬间都清醒了过来，大脑一片空白。警察怎么会来？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？与此同时，两个姑娘一起进入办公室。赵磊看到时，惊恐道：你怎么会还活着？还有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没错，进入办公室的人正是我和我的医生闺蜜。闺蜜把一个闲置的病房提前布置成抢救室，让赵磊觉得我真的死了。这一切都是我们的计划。虽然我早就掌握了他们要谋杀我的证据，可我不仅要让他们进监狱，我还要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，所以才让赵磊和婆婆一步步入套，最后两人反目成仇，甚至大打出手。首先，赵磊看到我手机，并且回家将刘梅和那名男子捉奸在床，就是我的手笔。之前我就看到过刘梅和那名男子去酒店，婆婆的私事我也不想管，但后来知道赵磊和刘梅的关系后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刘梅和那名男子的事情，赵磊一定不知道。
这就是我可以利用的点。所以我请私家侦探跟随了好几日，确定下来刘梅和那名男子是有固定的见面时间，而有些时候甚至会带到家里去。而我让赵磊去我的公司上班，也是给刘梅和那名男子特意准备的约会时间。我笃定刘梅会把那名男子带回家，果不其然，在监控中看到他俩在家中约会后，我将计就计，让医生闺蜜假造了我的死亡，顺便设计让赵磊用我的手机看到监控，一切都像计划的那样。赵磊无意间看到的监控，他不会怀疑是我故意在设计，而且被背叛的愤怒冲昏了他的头脑。而我也早在之前就跟父亲商量好一切。后来我父亲的脑梗，还有签订公司转让合同的事情，全部都是设计好的，都是假的。我知道他们俩的合作关系，所以我一早就叫警察过来了。我猜到赵磊会出手，而被打的刘梅一定会为了保命而威胁赵磊。他俩非常顺利地上了当，也因为欲望和贪念，在公司内大打出手，甚至说出了他们的犯罪事实。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。他们以为即将迎来的天堂，实际上是我给他们准备好的地狱。我蹲在赵磊身边，微笑着说道：“老公啊，你听过一句话吗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”赵磊两个眼珠子瞪得老大，他不敢相信我还活着，也不敢相信这一切其实都是我的谋划。但是已经被录下犯罪事实的他，无论怎么解释也没有用了。他被警察带走，而刘梅也被医生带去了医院。不过他们俩假扮母子，并且企图谋杀我骗保的事情已成定局，他们逃不了法律的制裁。审判下来的很快，赵磊计划谋杀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哪怕未遂都会判刑。又何况他还跟刘梅假造了文件，以母子的身份来欺骗我，所以赵磊最后被判了15年。我最后一次见他，是隔着玻璃。赵磊到最后都在企图让我救他。小敏，我错了，我爱你，我是全世界最爱你的人，求求你，救我出来。我只是冷笑着看他。赵磊见我不为所动，终于咬牙道：“你怀了我的孩子，你不能让你的孩子没有爹。”哦，我趴在桌子上，隔着玻璃微笑。我没有怀孕，我骗你们的。之后我便转身离开，留下满心懊悔的赵磊在玻璃那头。闺蜜来接我，我们坐在车里。闺蜜告诉我，刘梅受伤太重，到现在都没醒过来。不过就算醒过来，晚年也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了。我丝毫不可怜他们，反而笑道：“他们今天的下场就是自作自受，没有谁是可怜人。”闺蜜则是捏了捏我的脸，打趣道：“你现在是公司老板，又有存款几千万，妥妥的富婆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喽。”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